拜托 ATM， 大家好，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瓜，我是乡里Sandra。是我们未来银行很多现金，希望各位用智慧来提款呐。好，今天主题是运动知识王的挑战赛。哎呀，现在大家都喜欢运动，知道身体健康的重要性。是的。接下来介绍这位漂亮的美眉梁淑涵，还有彩欣。彩欣，对，为什么一次要介绍两个，不是个别吗？因为他们今天有个很重要的活动，一起来跟我们大家讲一下。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斯巴达障碍路跑赛。那很开心呢，这次呢是由我们做宣传大使。那在10月的19到20号，在新北平溪的龙华书院。那这次的竞赛呢比较不一样，第一次跟漫威做联名，所以这么大，对，所以除了一般的赛事以外，另外还会有开放梯次是做变装竞赛，然后也是有提供奖金，会忽然出现很多。都不一样的人啊，什么之类的，会不会变成小小兵在跑？哎，那你拿另外一个是8月6号什么？这是8月6号我的新单曲《夜出的寂寞》已经全网发行，然后是我的创作，也是我自己的制作。来，掌声鼓励一下两位。接下来介绍张勋姐，你好。讲到运动的话，我们今天提运动啊。勋姐喜欢什么运动？最近呢，我爱上了骑那个公路车。那我前阵子刚环完岛。几公里啊？环岛总共是1200。你花几天去骑？我大概花了10天，花了10天的时间。那要有朋友，不会一个人骑。我自己一个人。你是一个人？对，就一个背包，一个行囊，这样到处流浪的感觉。夜出的寂寞嘛，哦。好想脱掉那个寂寞。是啊，你如果半夜骑到碰到一个寂寞女子在脱掉，你看多好。我应该马上脱掉啊。这钱伟成你好。Hello， 伟成哥你好。教练严硕是现任体育主播，最近什么赛事要来播了？10月底、11月开始就是台湾的篮球的热季，然后包括 HBL、UBA 啊，那职篮现在也有2个不同的联盟，所以在10月、11月的时候，篮球的比赛非常多。所以呢，我们要支持我们体育，好不好？来鼓励一下。接下来主席好，主席，欢迎乡里好。台大森林环境以及资源学的硕士。哇，台湾有百岳。我觉得台湾百岳了不起，很难爬，有的很难爬。但我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岛屿里的远方》，探索台湾终极山，寻找荒野里的最后一片意境。台湾百岳已经不够看了，这个是台湾的中海拔才是台湾最困难的山。这样，你说中海拔大概是多少？大概1000到3000左右，3000以上叫做高山这样子。对，我几个朋友都很爱爬了，将来我们有一天会改变我们的兴趣。After you， 对啊，你先请。是，谢谢崔主席。谢谢。接下来介绍2位专家，首先介绍高学历新闻主播朱思翰主播。主播好，大家好。加医科名医黄桂伦医师。医师好。进行第1回合存款争夺赛。第1回合，请乡里来解说一下。好，这一回合呢，银行金库准备了6万元，抢答之后轮流作答，每答对一个答案是3000元。那6万元要抢完为止，或是2轮题目轮完为止。记得要请抢答才能按哦。这一题是由朱思翰主播来举圈或叉。Sandra， 请出题。你想过你身边的日用品有多脏吗？日前呢，国内重症科的名医指出10种。超级脏却又爱到不行的生活物品有哪些呢？超级脏又爱到不行，来，请抢答。就一定得用的啦。来，勋姐。手机。哦，对。就是每天看起来上面都是那种指纹啊，臭名对。油啦。对或错？答对了。有的。请加3000。伟成。电脑的键盘跟滑鼠应该蛮脏的。答对了，有的，请加3000。主席，还有一个更爱的啊？哦，对，生活品洗衣机对或错？答对，有，请加3000。多少？鹿晗，莲蓬头会脏吗？因为要加，我是觉得它不是都要加滤芯，那应该是很脏，所以要加滤芯。答对喽，好，请加3000。OK。来。牙刷哦，牙刷对，牙刷对或错？没有错。好，来加3000。君姐，那个冰箱的门把。哦，门把，因为有时候我们有熟食跟生食嘛，冰箱会常常开关，对，常常碰触，会有细菌。答对了，
请加3000。伟成，毛巾。你说擦脸的、擦身体对，那种擦身体的浴巾毛毛巾。对或错？答对了，请加3000。因为我自己用也很脏哦。好像有点难。砧板。哦，砧。哦，切菜的砧板，对或错？非常脏。答对喽。来，请加3000。很厉害因为你没有砧板，你怎么剁肉？剁了肉就用砧板就会粘上。以前还用传统的木头啊。对，那个里面有卡垢什么。对啊，然后你又看那个，有时候那个洗干净，外面卖那个港式料理，切，就最后还要刷，把它刷掉。对，那个上面的有木头上面。对，来，请入涵，抹布。哦，抹布对或错？对，抹布当然很爆脏。脏啊！请加3000。最后一个。我在猜是枕头，有没有可能？枕头没有在这个选项10个里面。枕头会脏吗？枕头感觉易碎而已啊。对啊，它会有时候会有黄垢。皮屑什么的。但我们没有爱到不行啊。有吧？枕头哎，蒙在头里睡觉。来，那我猜一个鞋垫好了。也没有在这个上面。也没有。如果你香港脚的话，可能鞋垫就会很脏。伟成，遥控器。遥控器，来对或错？是个好答案，但是没有在这上面。没有在里面。它不跟电脑一样，它会有缝。对啊，对不对？你跟电脑有缝嘛。来，主席，那个开关什么的。哦，你说家里的像电。或外面的，我们有时候要去开关一些东西，那个每个人都要摸的东西，觉得蛮脏。有的家里是用面板的啦。那对或错？没有错，特别是浴室的，对，浴室的这个电灯开关或一些触控的地方，触控的地方，对不对？来，请加3000。钞票算不算？钞票，但大家很爱啦，但他是讲日常生活中几个会用到的东西。那其实刚刚大家把10个都答完了，其实有几个共同点，就是可能你平常会一直摸的东西，然后你可能又吃东西又摸，或者拿一些有机物的时候去摸，就容易就是会比较脏一些。那么刚刚其实枕头是有在这个排行榜外面快要进去了，但没有进去。还有另外一个大家可能忽略的东西叫做保温杯。保温杯其实也是因为如果你是就口喝的话，然后你没有定期去清，它那个其实也是细菌啊有机物。那个里面很多人说，如果你太久没有用些什么碳酸钙这东西洗的话，可能会像是在喝马桶水，细菌类差不多。反正就沾到嘴巴就脏了。对，因为我们嘴巴口腔本来就很脏。但每一次都很吓人，说什么比马桶更可怕，大家就会哇，牙刷比马桶反而还比较干净。对，因为马桶这个陶瓷，它因为像刚刚说砧板为什么脏？你切东西它就会有很多的痕迹在上面，那痕迹里面就会藏东西，对，就会长一些细菌。那其实马桶现在弄那种陶瓷，其实你只要定期有在擦，其实反而还没有刚才提到的东西这么脏。恭喜哦，各位3万块就领完了。厉害。接下来第2轮呢，当然由黄慧伦医师来举圈或插啦，请出题。要活就要动，尤其现在肌少症这个话题正流行。请问，如果运动量不足的话，身体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请讲答。舒涵，肌肉萎缩。肌肉萎缩，对我说。有的。来，对了，请加3000。我朋友的小孩嘛，对，右大腿受伤，也不多，一个暑假1、2个月之后，他腿已经大小不一样，大小长不一样的粗细有差，对不对？是，他那个受伤的腿就变细了，1、2个月就会这样。很多人其实比如说骨折啦，什么脱位躺床1个礼拜、2个礼拜，有时候一站起来是会跌倒的，是这样，就是肌肉量的流失啦，或者是肌力的维持，所以很快会流失掉的。是啊，所以我们这老人家应该多动啊，就是这样。凯信，腰酸背痛。腰酸背痛对我错，这当然正确了。来加3000，君姐，肺活量降低啊，呼吸管道那方面，走一走就喘了。对，对我错，这当然正确的。来，请加3000，林伟成，应该会比较容易生病，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这类的。来对我错，对，这也是正确的。请加3000，就不要再叫那个饮料了啊。你都喝完了才这样讲。运动。来，主席。
骨质疏松会不会？钙质流失。骨质疏松，好像运动会那个维他命 D 会有关系吗？对，正确的没有错。对，你不运动骨质，钙质很难保存，也是需要运动嘛。对，因为说我们如果补充钙之后，一定要用过一种负重的运动，它才可以进入骨骼里面形成我们的成骨，是这样。所以一定要透过运动，补钙没有用，一定要运动，还要晒太阳。它补钙没有用，不是一天到晚不单纯补钙，你还要再加维他命 D， 那你还要运动，你要晒太阳，一定要运动。来，舒涵容易变胖。当然也是这当然体重会增加，当然是正确。请加3000。海西，代谢变差算是一样的吗？新陈代谢变差就会变胖，变胖哦，代谢变差都会变胖，所以不能算同一个。那我觉得可能容易有心血管疾病。容易有心血管疾病，这当然是正确的。有，你加3000。不过他刚刚讲代谢变慢会跟变胖是一样的。对，就因为衍生来讲，如果你代谢变慢，你这样体重是会增加。可是如果更广泛，血糖啦、血脂啊，那个代谢可能又另外一些慢。所以他很聪明，讲个心血管，对不对？来，训姐，哇，快猜完嘞。那我容易产生关节上的病变。对，关节上的病变，膝盖啊，对或错？对，正确的。来，加3000。吴晨，可能比较容易失眠。肌少症会容易失眠，会吗？运动不足，运动量运动不够，对或错？对，这是正确的。我们用运动来衍生是没有错。我们有运动的人，他的熟睡期或入睡都比较 OK，脑内啡的分泌种种都会比较睡眠比较好。请加3000，最后一个3000呢，主席50个啊，心情忧郁症算不算？心情不好，对，肌少症会容易产生忧郁症，对或错？情绪比较低落，应该也是正确的。因为没有在动嘛，对，来加3000。哇，他们都很厉害啊，没有一个错的嘞。有要补充的吗？慧伦医师？对，是应该这样说。我们这个题目很棒，是因为要告诉大家运动太多好处了。我们10大死因哈，其实每一个都危险因子都有运动，都运动不够。其实像 WHO 已经把我们这个全球的死亡率，把活动量不够、运动不够列为第4大主要因素，仅次于血压、血糖跟抽烟。但我们常讲说，你现在做的越久，就是一个新的吸烟形态，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我们越做越久，血液循环变慢，我们的这个代谢变差，肌肉量变少，衍生的问题很多，细胞含氧量变少，细胞抗氧化能力变不好，循环变差，容易发炎啦，得到癌症啊，很多慢性病就会产生的。那如果大家少讲到的，就是说女生爱漂亮的话，其实运动也会让我们的皮肤更好，更青春阳光这样。所以可能就皮肤这一点大家没有想到，其他几乎都想到了。所以呢，一般人要做适应的150到300分钟的中等身体活动，一般成人啊。或是75到150分钟的高强度，每一周哦。可能不用那么大压力。其实我们台湾的研究是说，如果你每天只要15分钟，那1个礼拜累积到90分钟，其实光这样就可以增加3年的寿命呢。那如果你想要延年益寿，你想要预防疾病、促进健康，我们讲说叫做150分钟的概念啦。你一天30分钟，1个礼拜累积到150就够了。那你一天的30分钟，你可以拆开来，不用有那么大的压力，就你可以。白天15分钟，晚上15分钟，这样子其实中等强度以上，就是你做起来会有点微喘，你可能聊天不轻松，讲话有点稍微费力的，那就对了，这样就强度就可以了。我们宣布现在的奖金。好，目前舒涵12000，彩欣9000，君杰12000，伟琛12000，主席15000。进行下一回合，赢者全拿。赢者全拿，请算出来讲规则。好，这一回合呢，同时作答 A、B 2个选项，答对的话累积奖金，1个人代表1000元；答错的话，此轮就淘汰。那每一轮最后留下的那一位呢，可以把当时账户累积的金额全部灌给自己。总共3轮，第1轮请出题。英文片语 throw in the towel， 字面上的意思是丢毛巾，然而它的延伸意义是什么 ？A. 认输 B. 喝彩，请作答。这么多人喝彩啊，丢毛巾是喝彩，是哪一种？是吗？张勋姐，我就认为是喝彩。就像之前呢，我有去那个直男的当那个
场边的主持人，对，那他们现在就很流行，就是要啦啦队，还有所有球迷朋友们是拿着毛巾在挥舞的，就是帮那个球员加油。但会丢吗？丢啊！如果太兴奋的话，就会丢。哇，或是很不爽因为的时候。我会感觉认输的话，应该那个好像就是在拳击场上丢白毛巾的概念。赶快丢，不准丢，赶快丢，不准丢的嘛，对吧？对，就那个 Rocky 那个，对，舒涵，你认为也是喝彩？对啊，因为认输不就要一直这样挥吗？啊，丢出去，他就帮你认输啊。刚刚那一段是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我跟你说，假如说，他还没跑斯巴达，他就已经嗨了呢。不是，我想说，在打仗的时候，你认输不是就要举白旗吗？啊，你丢掉，搞不好他挥手，就是他不知道你是我用猜的，就是他就只是以为你在挥手，他不知道你是举白旗啊，所以应该不会丢掉吧？举白旗不是丢了，他是丢毛巾。对，我跟你说，我就照这样逻辑去猜。来，伟成。因为看很多拳击的这种影片，好像丢嘛，大概被扁惨。那个教练被打惨，他想要丢，可是那选手不认输就不准丢呢。对。正确答案是 A 认输。大家看哦，它有个介系词叫做 throw in the tower， 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把毛巾丢进场内，代表我决定要认输了。3位请到旁边休息。加2000，一题直接淘汰。不是啊，你们下面一题，请出题。许多人透过有氧运动来提升心肺功能，请问哪一个有氧运动消耗卡路里的效果更加出彩 ？A. 游泳 B. 慢跑。请作答。通通选游泳耗的氧量比较多。我以为游泳比较舒适。彩星游泳吗？我游泳，但是我不是特别会。但我曾经的经验就是，我其实没有游很长，我喘到翻天，喘到翻天，而且不是游很快的，还是非常喘。伟成也是认为游泳。对，游泳用到全身的肌群的量比例比较高。那跑步的话，其实大家都跑完步之后脚会很酸，但游泳其实是全身都在动。正确答案是 A 游泳。很多人会觉得慢跑一直在跑，消耗卡路里比较多但是事实上它10分钟呢消耗94大卡，然而呢游泳10分钟可以消耗118大卡。原因是为什么？因为冷水的刺激，如果你是游冷水池的话，它刺激到你可以借由热量调节作用跟新陈代谢，然后不要忘记在那个水中还有阻力，所以这些也可以帮你消耗更多的卡路里。下面一题，请出题。保龄球连续全倒3次后，我们会大喊 Turkey。请问 Turkey 这个术语的由来是什么 ？A. 以火鸡作为赛事奖品 B. 火鸡在当时非常稀少。请作答。有不一样的答案。不一样答案。彩星说你赢了，可能火鸡当奖品是吧？对，因为我觉得火鸡好像也一直都没有所谓很少的问题吧。然后而且打保龄球，我觉得能够去打保龄球这个赛事也不太会缺钱买火鸡吧。所以火鸡的当奖品有点像趣味，我自己猜啦，我这样推理。因为你连倒3次，就送你一只火鸡。对，就好像有趣的。对，他的解说是这样。是。来。对，我原本想说，如果是时间比较久远以前那种，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够负担起食物啊，或者是一些生活日用品啊，如果有这个比赛送这个奖品，火鸡应该算是这个价值蛮高的一个奖品。对，就像早期年代，大家歌唱比赛都是送酱油、家电用品、脚踏架什么的，而且很久年啊。那举办的歌唱比赛，就送一些日用品，也觉得开心。面粉2包，面粉也有。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以火鸡作为赛事的奖品。其实呢 ，turkey 这个术语啊，是中世纪欧洲的农民啊，他们有时候没有在农忙的时候，或是有节庆的时候，就会干嘛？以玩保龄球，然后来打发时间，当做一个休闲运动。然后当时呢，连续3次全倒，其实没有很容易，是非常难一件事。那感恩节期间就是要吃 turkey， 所以感恩节期间大家又在那边玩这个保龄球的时候呢，那你3次全倒，大家就直接送你一个火鸡当做奖品，那这样子传统就流传下来喽。是，来3位请回来，加1000。第一回赛事有5000块奖金，
请输入林采欣的账户。学长来了。第2轮，请出题。登山越来越流行，但没做好事前准备，小心下不了山。请问下列哪一项是台湾山难事故主因 ？A. 迷路 B. 被动物或昆虫攻击。请作答。哦，通通前的迷路啊，那这主席来，主席登山呢？我们山难的统计，台湾山难统计大概30%到40%都是迷途，这么高？对，而且其实迷途是所有山难里面其实只要做好准备跟做好一定的经验累积是比较容易防治的，所以这个是会迷路原因是因为天，比如雾大呢，还是晴天也？每个人也会。山上也有路痴，就是有些人爬这个象山也会迷路的。那山上的路可能没有像大家想象那么清楚。可是，一般不会有登山者带领嘛？对啊，所以有些没什么经验的人自己上山，或者是一群没有很有经验的人自己上山，就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怎么办？用指南针也找不到。其实现在都有很好的工具，但不可能，就是到目前为止还不是所有人。叫你去爬象山，你会用离线地图吗？其实现在是有蛮好的工具，但还是要稍微学一下。还是我们用导航？对，就是导航，它就是导航的，也会导到别的地方。但你就是要输入正确的资料嘛，你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得到，但是它稍微学一下啦，要不然会吓死你迷路真的山路迷路嘞。对的，能够模型，而且迷路之后太慌张，就更容易。就是迷路要镇静下来，不要乱跑。所以你看很多直升机就进去救援了。对啊，那也不一定救得到。可是你动物跟昆虫，因为刚跟主席聊天，你说虎头蜂很恐怖。对，它也是我们生物碰到里面最危险的，因为它可以真的马上致死。但说整个数量来说，当然它不是随时碰到，所以迷路是主要的。我还抓你泡酒了，你呛虾。所以碰到蜜蜂该怎么办？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尽量逃，不是蜜蜂、虎头蜂，就是尽量逃。说什么喷什么杀虫剂啊，或是这个逃，就是因为主要是你进入它的那个就是它的范围，你赶快离开就好。对，主要是沿着你过去的方向赶快逃。你去挥动啊，或是有人说什么拿东西甩一甩，然后丢远处吸引他注意，那个都来不及。你做这些事情的时间，你用来撤离是最好的。就是要跑就对了。对，就是要离开它的警戒范围。所以你要跑对地方哦。你不要这个虎头跑那边，对面又有虎头。那是运气太好了。谁在看路啊？就往前面跳了，真是太惨了。前面跳下去又是虎头。这么多话到底有多惨啊？他觉得是迷路是比较恐怖，因为迷路开始慌张，万一又没有联络不到，又断讯号怎么办呢？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迷路。根据2015年到2023年的事故原因分析啊，迷路是造成山难的最大宗，大概有37%这么多。那虽然我们现在已经一直在推广离线地图，但说真的，我自己也不是很会用离线地图，稍微学一下需要学一下。所以呢，或是一些登山客，他们还是仰赖线上地图啊，或是这样纸本地图啊。所以很容易有时候一迷路就整个很慌张嘛。那至于被动物跟昆虫攻击造成山难的话，其实只占这1%而已。因为我刚刚跟主席聊天啊，其实我们最怕蛇嘛，台湾蛇种类最多，很可怕。蛇，主席说那个蛇反而不攻击你，是可爱动物。在台湾的山难这么多年的山难统计之前，蛇的那个攻击就是有咬伤，但是造成死亡的案例几乎好像只有1起，非常等于趋近于0。对，就是。大家好像对蛇很害怕，但其实台湾的蛇类攻击性都比较弱。然后我们爬山会使用登山杖啊，或是一方面他们很快就离开，对，是蛮常碰到蛇的，但攻击事件很少。听到有人来他就跑掉了。蛇不搞事，比较常碰到反而是那些在山边务农啊什么的，或是居民家村落的那个。比较容易遭遇冲突。加5000啊！好了，加5000。大家都答对了。每个人都知道迷路是很危险、严重的事哦。下面题，请出题。在相扑比赛中，相扑选手进入比赛场地时，会在地上撒一种白色粉末。请问那是什么粉末 ？A. 止滑粉 B. 盐。请作答。输。力排众议，为什么要止滑粉？他又不是投手球啊！可是他怕滑倒啊！滑倒，他就是比赛看谁不滑倒，看谁稳，对不对？对啊，怎么会用止滑粉呢？
对不对？因为我对相扑的文化没有那么了解，我只是想说，就是因为我这1、2年都在跳舞啦，跳舞如果那个就是我们怕那个鞋子滑，都会撒这个爽身粉，就让地板跟那个增加鞋子的摩擦力。我想他也会怕跌倒。而且他们是没穿鞋子的，对不对？彩杏。是的。因为我觉得日本他很重视这种很尊敬场地、很感谢场地，所以我觉得撒盐有一种净化的感觉。对我其实也不是很确定，但我觉得它这个是一个仪式感，必须来说哦，谢谢这个场地，我要净化这场地，要开始这个郑重的比赛了。对，它是一个仪式嘛，所以它的哇有样子我检查有没有东西嘛，抬脚检查有没有东西嘛，然后2手这样。丁字裤穿上了，然后1、2，又开始搞2、3次啊，吃太饱。对，搞2、3次就是这样的驱魔了。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盐。那项目比赛最基本动作之一要撒盐，那比赛场地我们把它叫成图表。那相扑的大力士在入图表的时候会撒些盐，其实有2层意义。第一个就是要驱邪，然后祈求神保佑他免于受伤。另外呢，还有一个说法是说盐可以消毒。如果在里面已经有撒盐的话，就算你比赛受伤，其实某种程度有做好消毒的准备哦，防护措施。那你们想一下，有个数据很惊人哦，在大相扑的举办期间啊，几乎每日的用盐量是45公斤的盐，撒这么多。来，请休息一下，加4000。我的笑死。下面一题，请出题。运动后吃冰真的完全没好处吗 ？No No No！ 请问运动后吃冰有助于身体什么机能 ？A. 维持电解质平衡 ；B. 减缓肌肉酸痛。这题出来，大家找机会吃冰了。对，请作答。哎呦，一半1/2哦。主席，你选 A。因为好像冰是那个阵痛，如果有那个吧，但它一般受伤都冰镇啊，吃冰都有那个啊，就是有糖有盐，多少还是有点盐分吧，所以可能会平衡一些电解质。俊杰，我刚刚很想选 A， 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是用，因为你运动完，你整个的肌肉是很旺的嘛，那应该是冰镇后会降低那种酸痛，我觉得几率会比较高一点。哦，对，好，正确答案是 A， 维持电解质的平衡。老一辈啊，阿公阿嬷常跟你说不要吃那么多冰，有碍健康。但事实上呢，如果你选对冰哦，其实可以迅速的补充能量。比方说，如果你吃水果冰，它里面有丰富的维生素啊，还有钾离子，可以帮助你身体维持电解质的平衡，而且还能解渴哦。2位请休息，加2000。下面一题，请出题。打针好恐怖，请问做什么事可以减缓打针的疼痛感 ？A. 做鬼脸 B. 快速吸气吐气。请作答。做鬼脸？哎呀，打针了打！哎呦，这样会减缓吗？不会吧？你这个可以哦。减缓，快速。你刚那鬼脸，那天我婚宴上啊，有几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特别要去。我多大困扰？我坐飞机那些空姐说，对，我可以跟你一起做鬼脸吗？4、5个在一起。鬼脸对不对？就是要这个。那天你也看到对不对？有，我一对朋友，我想说太没礼貌了吧。不过我准备收集这些鬼脸。你们觉得做鬼脸会减缓？第一个是反向思考啦，第二个觉得做鬼脸的时候可以转移注意力，因为我有小朋友嘛，有的时候小朋友打针他很害怕，其实你要想办法去转移他的注意力。护士都会说来深呼吸哦，对不对？护士好像是这样讲。吐气，还是说护士装个来小朋友来？打那个哪里？打到左手去了啦，打右手的。结果看歪掉，打到自己手。打到傻眼。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做鬼脸。
研究发现呢、如果你面无表情打针的话呢，倒不如做点鬼脸或是微笑吧，因为这样可以减少40%的疼痛感哦。但是我怕我做鬼脸，护士一笑就针打歪掉，我动。所以你不能乱做啊。所以这是为了透过降低心率来减低对针头产生的那种压力的生理反应。那心理学教授表示哦，如果面对痛苦跟开心的时候，人类会做出相应的脸部表情嘛。那这些反应呢，跟面无表情相反，有助于你做出这些表情，可以适度的舒缓你的压力跟减轻不适，等于你把这种压力呢从你的脸部释放出去了。下面一题，请出题。橄榄球的形状接近一个椭圆形，那你知道橄榄球最早形状的雏形源自于什么吗 ？A. 猪的膀胱 B. 猪的肺脏。请作答。猪的肺脏是什么型的？应该不是椭圆，应该不是椭圆，这个跟我们肺是差不多的。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猪的膀胱。为什么会有橄榄球呢？是1823年英格兰中部那时候城镇里面哦，学生本来在踢足球，然后后来踢一踢突发奇想，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用手来玩这个足球呢？一定要用脚，对不对？所以他们干脆呢发明了另外一种，他们把晒干的猪膀胱充气，当成一个球，然后开始进行比赛。那这个球呢，因为膀胱的形状嘛，就呈现出椭圆形的。对，加2000。这是第几题一样？第二题。第二题一样了。这题如果一样，奖金均分了哈。第3题，请出题。健身族常喝的乳清蛋白，其实是制作什么东西时产生的副产品呢 ？A. 奶粉 B. 奶酪。请作答。奶酪。因为那个乳清蛋白就是萃取它没有乳糖的部分嘛，那奶粉好像还有。所以，但我不太清楚奶酪的成分是不是就是那个油脂，反正就是应该乳清蛋白跟奶粉还比较接近一点，所以是选 B。正确答案是 B 奶酪。所谓的乳清呢，是牛奶分离出的液体部分，它是奶酪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那乳清蛋白呢，就是从这个液体中再提炼出来的高品质的蛋白质，主要成分里面有很多必需的氨基酸啦。那多重加工之后呢，就变成市面上卖的乳清蛋白粉了。其实用乳清蛋白粉可以快速的补充蛋白质哦。因为你们3题都答对了嘛，所以变17000要均分。17000的话，一个人是分8500。8500，请进钱伟成的账户。分钱。8500，请进崔主席的账户。哇，其实没有差很多哎。对，3位请回来。以上是进行2轮，接下来进入最后决战的第3轮。第1题，请出题。另一半告白时，常常说要爱你一生一世吗？请问一世是指几年呢 ？A. 30年 B. 100年。请作答。30年会不会太短？可能以前的人的寿命没那么长。你说30岁就死也太有对不对？30岁的时候，在一起30年60岁。可是古代的确30是高龄，对，很古的时候，所以14岁就要结婚了。是，对。因为以前10几岁就要能生小孩就往上生了。你看那皇上常常过世都是10几岁、20、30岁就走了。哇塞！因为后宫太多了，哇，太忙了，根本还没轮到就已经再见了。纳妾，谢谢皇上。再等不到2年他就走了，就开始要守寡了。对，所以我选择30年。彩欣，你大概就觉得30年算？对，因为我想一生一世像如果一世应该讲1世纪才会像是100年，但是一世如果说就你这一生能活几岁嘛？或是我这一辈跟你到生小孩一个 generation 4代的感觉，我觉得是对他在讲的意思说，比如说你和15岁就开始爱上一个人，或20岁嘛，哈，你30年就50岁了，也够了。对，他的解释是这样。君姐。我觉得这个有点像在对的如果现在我喜欢一个女生，她现在一定在看我。如果我选30年，她肯定把我打死。你懂这概念吗？好，了解。往多的选，想爱30年。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生呢指的是一辈子，而一世在《说文解字》里面有提到世30年为一世，古人呢是用30年当做一个世代的一个时代，所以以后你的另外一半跟你说要爱你一生一世，哎，你好好想想，这是不是一辈子的承诺哦？来，2位请休息。好，下面一题请出题。珠穆朗玛峰是世界最高峰，请问珠穆朗玛峰的大本营有免费提供什么服务 ？A. 垃圾回收 B. WiFi 上网。请作答。哇，8848。哦，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8848。为什么？以前我有资助过那个登山，他们一大队要开始从训练，所以他们做一个 T 恤，珠穆朗玛峰8848。哦，一年大概只有短短的那1个月，4月到5月是适合登上去的啦。去大本营是有2个季节，春秋。那个死亡人更多，对，很多很难登啊，对不对？还有高山症的风。对，高山症，所以你选择的是有 WiFi。对，哟，8848上有 WiFi。怎么建？搭 WiFi 并不难啊，派直升机上去把它弄掉就好了。所以这个服务比较容易做，但把垃圾运下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你开一个直升机一趟这么费用，你只要弄上 WiFi 是就永远固定了。对，你不能每趟直升机来收垃圾。就是圣母峰上最难处理的垃圾是什么？什么？保特瓶吗？大便、尸体，就是在上面回不来的。对他们也没有办法去把它拿下，因为太困难了。所以对它有时候都变成一个地标，就是去爬圣母峰的人都会看这个，还有绰号，还有什么的，对。No。对，所以垃圾处理。所以意思说会有一些骨头什么？不是，他有曾经拍过电影，是人那样冰在里面，像冰箱冰在里面，对，你看得到它冰在冰块里面，对，永远封在那边。有时候就在路边而已，他是趴着，或者有人是坐着。对，所以都没有办法，花再多钱也没有，不太可能把它运下来。是，那彩星我们就不用回答了吧？反正就是很爱环保。你有什么讲？因为我会觉得，因为我知道这种很神圣的高山是不能留垃圾的。然后我想说，他都讲大本营免费，我想说他既然是大本，应该有一些厉害的 special 的。所以我想说，应该你带下的垃圾可能有限范围内的，他是愿意帮你收走。那才有他神圣的。是。功能，如果你上面大便，大概屁股烂掉了，因为太冷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现在圣母峰这边最大的问题，就是其实污染蛮严重的啊，因为太多人登，对，这是一个大问题。它其实应该管制啊，对，对不对？它登山很多地方从尼泊尔上去的，还有从哪里上去的？从西藏也有一个大本营，北侧的，对，南侧北侧各有一个大本营。好，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B. WiFi 上网。尼泊尔政府呢，在珠穆朗玛峰的营地有设立免费的 WiFi 热点，那讯号可以传到8848公尺的以上。对的峰顶。那现在大家都很重视社群嘛，所以每个登顶的成功的登山者都可以第一时间就可以打卡喽。那原来是行经的打卡。不过后面还有一些善心的措施啊。电信部门表示免费 WiFi 其实不是为了服务打卡，是为了方便登山者急难的时候可以求救。那现在呢，只是一些营地，未来希望能扩展到整个喜马拉雅山区。那这样直升机上去会不会因为气流的关系也很难？对啊，到某一个高度就会越来，好像6、7千以上就会越来越危险。所以你说在峰顶要直升机救也是很困难的。要不然何必花那么多钱？你叫直升机载我上去，我站在那边打个卡，拍个照，然后走直升机。反正有 WiFi 嘛。对，我登过。来，请旁边休息，你加2000。下面一题，请出题。女友洗完澡后，浴室在冒烟，请问为什么女性对热水温度的忍受程度更高呢 ？A. 汗腺较密集 ，B. 体内水分比较多。请作答。好难啊！汗腺较密集会受不了吧？一直流汗。对啊，可是会就是很快就排掉了，比较快啊，有点散热嘛。对啊，可以散热比较快。对，但是听说你听说女生流汗绝对不会比男生多啊。对，有时候女生很难流汗哎。男生比女生会流汗，所以你的汗腺密集
不存在嘛，所以他们选 B 啊。可是体内水分不就人就是人吗？会因为男女是不是女生的体脂比较高？不准你这么说。人家说女生不是水做的吗？哦，对，这样听起来比较舒服。对，舒服多了。对，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汗腺较密集。真的哦。对，女生呢汗腺比较多，而且密度更高。那汗腺在密集运作的状况下，总流汗数却不多，因为它就每一个少少的把它排掉就好了。可是我看女生都没有男生这么会流汗。对，因为它汗腺密集，它每一个不会排这么多，男生可能比较聚集，所以它很快就流出来了。那先天的体组成也不太一样，所以呢，其实女生的散热是比较有效率的，原来不见得会大冒汗，但是它散热是 OK 的。我觉得，你今天不看这一题，我都认为男生会比女生更会流汗散热呢。因为我常常出外景，我们流汗，女生都不太流的啊。可是我们也就 OK， 我们也不热啊。所以女生常常就中暑。哦，中暑对。哎，都没人来，请3位请回来。哇，对，也没有拿走。那5000块，请回入我们的金库。那最终呢，我们3轮都比赛完了，请乡里来宣布他们的奖金。好，最后的奖金呢，舒涵12000，凯欣14000，君杰12000，伟成20500，主席23500。恭喜崔主席获胜，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恭喜你，好，有23500。那你看这个，他也是个作家，所以对写字这方面应该没问题吧？很难说，所以就不会出太简单的。哎，不能太简单不行。既然我们知道节目的流程，一定是跟你个人的兴趣的这个成语有关系。来，请插卡。23500。金库请打开，23500现金是你的，但是必须经过2道密码的考验，请出示密码。2个密码呢，分别是总笔画47画的“见大山之渺小”，或是总笔画53画的“美国大峡谷”，都是山。几乎都是什么登高之远呐？对啊。哦，47画的好了。47画。对。哦，直接47画了吗？那我们就锁定“见大山之渺小”，请锁定。没关系，我们先看你没有选的“美国大峡谷”到底是哪4个字的成语？53画，来，请公布。这是什么？千言竞秀。那个言就讲山的意思嘛。好，见大山之渺小，请拿起笔来。那我们请公布题目。虚怀若谷。虚怀若谷，计时1分钟，开始。清楚，写字。要先算笔画哦。对，要重新清楚再一次。好，对，好，怀，笔画算很快。要对 ，OK， 来。若，谷，再一次，来，写字，密码，停。好，这样用几秒？44。还有时间。他很急啊！虚怀若谷，来密码11180807。对或错？来，哪个字错呢？想想看哦。来，还有16秒，计时开始。停，已经改了09了。来，密码11180907。对或错？他用了几秒？还有10秒啊，我给你10秒，计时开始。刚好时间用上了。11210907。对或错？
时间也用完了哈。我们来看看正确解答。20啊，2个错啊，不是一个错啊。谢谢，跟金谷说拜拜，请关闭。那谢谢。好可惜，字是对的。对啊，笔画算错了。紧张。千言尽修，虚怀若谷，都跟你的登山有点关系啊。对，来，这本书要不要介绍一下？哦，这个是岛屿里的远方，探索台湾终极山，寻找荒野里的最后一块秘境。百岳焦山如果不够看的话，欢迎来到台湾最深远的地方，那里有最漂亮的风景。欢迎大家喜欢登山的要阅读这本书，对，要多多参考，减少很多危险啊。是，来这边也要推荐一下了，杨帅。斯巴达障碍路跑赛3色周末在10月的19到20，新北平溪的龙华书院。然后呢，这次是跟漫威做联名，所以除了一般的赛事之外，也有变装竞赛这个新的赛事。2位是会代言人，那你自己私人的还有一张啊？我私人的就是还有一首，就是《夜出的寂寞》在8月6号已经发行，这是我的创作，然后也是我的制作，希望大家多支持。对，夜出的寂寞，来谢谢大家，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 把智慧变现，谢谢。谢谢大家。ATM Who Dares to Battle？ 哦，拜托 ATM， 谁敢来 battle？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等你来 battle。